上回说到，阿龙勾结海军，以偷盗的罪名强行没收了娜美散了8年的财宝。这些财宝是娜美用来向阿龙买下全村人民自由的钱。阿龙的行为剥夺了娜美最后一次希望，绝望之下，娜美只得向路飞求助。路飞摇来了自己的兄弟们，中路集合，准备团战。路飞一拳头锤爆了阿龙乐园的大门，进门后直接问道：“阿龙是哪一个？”阿龙瞥了路飞一眼：“我就是阿龙。”路飞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2个不长眼的鱼人挡在路飞面前，路飞直接将2人干翻。他说：“我是路飞，海贼。”阿龙一惊：“海贼找我干嘛？”路飞直接一个电炮将阿龙锤飞。我来劝你善良，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。躲在水里的鱼人们见有人砸场子，纷纷跳出来扑向路飞。山治跟过来，一招天马流星脚把鱼人们又踹回水里。小喽啰都给我退下！小巴笑了，你们几个才是小喽啰，根本不需要阿龙大哥出手。小巴用嘴巴吹出喇叭声，换来了阿龙海豚的大杀器巨型海兽哞哞。这可是曾经毁灭过一个城镇的怪兽，海面剧烈翻滚，整个阿龙乐园仿佛地震一样抖动起来。乐园的水池里泛起了巨大的漩涡，一个巨型黑影从水底冲了出来。可没想到，哞哞看见路飞等人更害怕，一想到路飞等人之前那样惨无人性的对待自己，哞哞就吓得要尿裤子。他哭着想偷偷溜走，阿龙叫住了他：“哞哞，你在干什么？勇敢牛牛，不怕困难。”哞哞受到阿龙大哥鼓舞，咆哮着冲向路飞等人。路飞将双脚踏入地砖里，将身体拧成麻花，接着双手抓住哞哞的牛角，使出一招大风车，将海兽哞哞丢进了海里。你如果不体面，我就帮你体面。路飞因为刚刚的招式，双脚插在地砖里拔不出来。阿龙手下的3个干部开始动手了。章鱼鱼人小巴喷射出漆黑的墨汁，索隆3人躲到一边，路飞一个人将墨汁全收了，一点不浪费。小巴见路飞动不了，扛起一个巨大的瓦块砸在路飞的身上，山治挡在路飞面前，一脚踢碎了瓦块，感叹道：“看来我跟了一个超级大白痴船长。不过比起伤害女士的混蛋一伙，他可是强了100倍。”阿龙手下的干部扎着可爱冲天鸠的软骨鱼人克罗欧比站出来，对山治的骑士精神表示出了强烈的嘲讽。山治说：“尽管笑吧，一会儿给你下油锅炸了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”另一边，索隆持刀拦下小巴，而乌索普作为 ADC 打出了一套娴熟的走位技巧，一边风筝阿龙手下的接吻鱼人鸠，一边快速走位。鱼人的脑子确实不大好使，就被乌索普风筝的很恼火，想也不想追着乌索普打。阿龙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走过来掀起路飞脚下的地砖，将路飞连同地砖一起丢进了水里。这是制裁恶魔果实能力最简单粗暴的办法，省去很多麻烦。山治又要跳入水中救路飞，索隆将他拦住。如果他们跳进水里，正中了鱼人下怀，在水中和鱼人战斗的话，胜率几乎是0。现在来看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就是在5秒内收拾掉这些鱼人。冲天驹小哥说道：“别傻了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”索隆山治与2条鱼人开始对线，索隆对着小巴猛砍几刀，没想到这章鱼鱼人灵活得很，索隆活动几下，体力开始不支。之前被鹰眼砍伤的伤口产生剧痛，因为伤口发炎引发了高烧，让索隆的神智逐渐恍惚。小巴也是一个剑士，而且凭借着自身优势创造出了6刀流剑术。在小巴拿出6把砍刀的时候，索隆因为高烧已经倒地不起了。山治见索隆倒了，有那么一刻分了神，被冲天鸠小哥一招鱼人空手道击飞。路飞沉入水底太久，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形势十分不妙。风车大叔在一边看了半天，意识到胜负的关键就是那个橡胶小哥，于是和诺奇高2人偷偷潜入水里去救路飞。棘手的是，水里的浮力太大，靠蛮力抡大锤是无法击碎岩石的，以他们2人的力气，又无法把路飞连同岩石一起搬出水面。2人一筹莫展，互相对视一下，突然想出了好办法。被冲天鸠小哥40段鱼人空手道击飞的山治躺在地上，默默点燃一支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鱼人空手道如果有40段，那老头子的踢技就有400段了。”山治一边吸着烟，一边悠哉悠哉地走回阿龙乐园。索隆忍受着高烧和剧痛，慢慢站起身来，将头巾扯下来缠在头上。6刀流，有意思了，我是一个非见不可的男人，在下次见到他之前，死神也无法夺走我的性命。索隆接过2个小弟丢过来的刀，刷刷几下，完美逼克小巴6刀流的同时，在小巴的胸口上切了一条 X 的伤口。小巴将6把刀集中一起攻击索隆的伤口，趁着索隆飞出去的空档，小巴使出了自己的防御技能6刀流圆舞曲，用6把刀高速旋转，化成锋利的切割机器，只要索隆坠下来，必死无疑。
索隆的剑术可不是一般人能比拟的。在空中没有发力点的情况下，索隆顺着小巴旋转的方向出刀，不仅破了他的6刀流，还顺便将小巴砍伤。小巴从索隆身后发起攻击，索隆的脑海中映出鹰眼的帅脸。为了战胜不是普通人的鹰眼，自己也绝对不能是普通人。索隆抡起3把刀，制造出一道刀锋，把小巴的6把刀砍得粉碎。小巴战败。第一战，索隆获胜。充天球小哥见小巴战败，闪现到索隆身后搞偷袭。索隆此时已经无力再战，好在山治赶到，用自己的大长腿旋开了充天球小哥。充天球小哥感叹道：“没想到东海居然有受了我的政权还不死的人类。”山治笑了：“应该有很多吧，你这井底之鱼。”不过现在山治还不想和这个软骨鱼打，他担心水底的路飞，脱了鞋子后直接纵身跳入水中。充天球小哥哈哈大笑，随即也跳进水里。跟鱼人打水战，你这是找死！水下，诺奇高利用路飞的橡胶身体，把路飞的脑袋扯出水面。风车大叔在水下面为路飞做心肺复苏，虽然无法打碎石头把路飞救上来，但是起码能让路飞恢复呼吸。软骨鱼鱼人充天球小哥杀了过来，他先是用腕刀砍了山治，然后将目标瞄向了路飞和风车大叔。山治从后面扯住充天球小哥的头发，充天球小哥回过头和山治再战。人类在水中由于水的阻力，所有的攻击效果都会减半，而鱼人做打手的鱼人空手道在水中的威力却不会减小，甚至还可能增强。充天球小哥几招鱼人空手道丢过去，把山治揍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山治挨了这一顿揍后，氧气消耗殆尽，急需补充氧气，这是他的致命之处。而鱼人不论在陆地还是水下都可以自由呼吸。充天球小哥封住了山治退路，挡住山治，阻止他换气。我记得你说伤害女士的人是混蛋，对吧？看吧，这就是你这种低级骑士道的下场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充天球小哥抓住山治，急速下潜。如果人类以很快的速度下潜到深海，身体会因为无法适应海水压力而被挤爆。充天球小哥带着山治潜入水底，山治已经开始吐血了，但是毛事没有。山治急中生智，将嘴里憋着的空气灌进充天球小哥的腮里，小哥呛了一口气。山治随即跳上岸边。到了陆地上，山治就不会手软了，逮住机会，梆梆梆，给可爱的充天球小哥一顿踢，大长腿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充天球小哥被山治踹到失去知觉，山治完胜。阿龙坐不住了，站起身，将已经遍体鳞伤、身体不支的山治索隆打倒。路飞那边还没有恢复意识，眼看阿龙就要将二人灭口了，娜美提着棍子赶来现场，阿龙，我来取你狗命！另一边，接吻鱼鱼人鸠用自己的水枪击中了乌索普。论赛跑，自己实在不行，被乌索普耍得团团转，只好改用远距离狙击。乌索普很聪明，用番茄酱伪装成鲜血倒地装死。等鸠离开后，乌索普本想逃命，可是一想到伙伴想到磕牙，乌索普逃命的腿怎么都迈不出去。他站起身大喊一声：“给我站住，臭鱼人！如果不在这里全力战斗的话，我就不可能有资格和他们同坐一艘船。”乌索普拉足了弹弓，瞄准鸠就是一发。鸠飞奔而来，一拳将乌索普打倒在地。乌索普跳起来，用一个小手段骗过鸠，自己躲进了旁边的树林里。鸠恼羞成怒，吸光了稻田里的水，水遁大瀑布之处，用威力惊人的水炮轰平了一半的树林。乌索普丢出酒瓶，击中了鸠。在鸠发起近身攻击的时候，用火焰点燃了酒精，接着一锤子把鸠击飞。阿龙手下3大干部接连被击败，强大的鱼人海贼团大势已去。下一期路飞苏醒，大比斗暴揍恶棍阿龙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